第二课，建立稳固的亲子关系。在当今时代，父亲不再只是家庭中的经济支柱，还肩负着塑造孩子人格、价值观和自信的重任。然而，许多父亲面临的一大挑战是，如何与孩子建立稳固的亲子关系？信任从哪里来呢？怎么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？接下来，我们用一个接地气的故事，揭示支持与鼓励的艺术。一、如何与孩子建立信任？信任的建立就像盖一座高楼，需要稳固的地基，而这个地基是透过日复一日的陪伴和一致的行动建起来的。明峰是一个典型的许愿型父亲，经常对儿子志乐说，周末带你去钓鱼，但到了周末，总因加班或朋友聚会把约定抛到脑后。起初，志乐还会失望地问，爸爸，今天真的不能去吗？但几次失望之后，他索性再也不提起这件事。有一天，明峰偶然听到志乐和朋友的对话，朋友问，你爸真厉害啊，听说你家的钓鱼装备很棒。志乐只是淡淡的回，我爸只会说，不会做。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明峰的头上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让志乐不再信任他。明峰开始改变，他从承诺志乐去钓鱼，变成每天抽出半小时和志乐聊天，或者一起玩棋盘游戏。他也不再轻易说出做不到的承诺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我在乎你。几个月后，志乐的朋友再提到钓鱼，志乐笑着说，我爸最近带我玩了新游戏，超好玩。明峰的改变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慢慢拉近。二、沟通技巧，如何让孩子愿意打开心扉？沟通的关键是让孩子感到安全和被尊重。然而，许多父亲容易犯一个错误，总是在孩子刚开口时就给出解决方案。志明的父亲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当志明抱怨说，学校的数学题好难啊，明文立刻打开讲解模式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来，我教你。结果志明变得越来越少提起学校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明文忍不住问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学校的事了？志明低着头说，你根本听不懂我的感觉，只知道说怎么做。这次对话让明文大受打击，他开始学习如何有效倾听。当志明在提到学校的困难时，明文深吸一口气，先压抑住自己的评论欲望，而是说，听起来你今天的数学课有点困难，你是在哪一步卡住了啊？志明惊讶地抬起头，发现爸爸竟然愿意听他说完。从那天起，志明开始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感受，而明文也慢慢明白，倾听是一门重要的技术。三、支持与鼓励的艺术。鼓励不是随便说几句你真棒，而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被看见和肯定。克强和他的女儿莉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莉亚非常害羞，一直不敢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，但学校老师特别点名，希望她能参加。克强知道
直接逼迫莉亚上场，只会让她更抗拒。于是他决定用支持的方式鼓励她。比赛前几周，克强每天晚上陪莉亚练习，他不是单纯的说你念得好，而是指出莉亚的亮点。你刚刚的语调非常有感染力。当莉亚有错误时，他也不是批评，而是说我们再试一次，这次肯定会更好。比赛当天，莉亚依然很紧张，但在台上，她看到了台下爸爸举着手写牌子，莉亚加油，爸爸为你骄傲。比赛结束了，莉亚虽然没有拿到冠军，但她笑着对爸爸说，我好像没那么害怕了，下次还想试试看。克强告诉莉亚，你今天的勇敢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这次经历成为他们父女间的一段美好回忆，而莉亚也因为爸爸的鼓励变得更加自信。结语：关系是最重要的桥梁，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桥，这座桥不会一夜建成，而需要时间和用心去维护。信任是桥的基础，倾听是建桥的工具，鼓励则是让这座桥更加坚固的钢筋。记住，称职的父亲并不完美，但他愿意学习，也愿意付出。当孩子感受到父亲的支持和爱，他们会勇敢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，而作为父亲，也会从中体验到无可替代的成就感与幸福感。